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休息怎么样都？休息还不错。现在目前已知是2套手法，一套是通过一个人在现场布置，把发射装置在某处提前固定好。第二个人在舞台运行中转动镜子去影响装置的反射角度，另外一个人在上面架设那个激光。对。然后第2套手法呢是什么呢？是一个需要一个人布置现场，有人提前在装饰线靠近舞台侧固定了一根电线，电线连接安2坐的椅子。舞台启动后，需要有人踢动电线，来使电线与镁缝上的铜线接触，导通电路，并且要有人在作案前破坏配电箱里的漏电保护器。但还不知道是哪个是致死原因。没错。我想知道这个电线最开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哎，有一张那个舞台那个设计图是那安2房间发现的那张图，还记得吗？那个 pad 在楼上，看谁愿意跑上去拿了。我们这里这样式，我们就欺负小孩，谁年纪最小谁去拿。啊，对，欺负小孩，没问题。他辈分最大。哦，辈分最大。他辈分最大。哦，对不起，叔。那不好意思了，儿子，你跑一趟。对你辈分，你是孙子辈的。回来。我都跑一半了。哎，算了，去拿吧。哎，回来。和他像臭狗一样的玩耍。还是什么？下来。没事，我去吧，没事。你们要看的。哎，不对，哎，等，你放它，没镜子，每个都没镜子。死嘞！镜子是有一个人过来布置的，你弄了电线，我弄了镜子。刚说什么？你弄了镜子是吗？对啊，我说就是我们2个人。斯德伯，It's a 假设，我说就是我们2个人来这儿，你弄了电线，我弄了镜子。我弄了电线，你弄了镜子。因为我们2个人提前来，我们2个人有可能是2套作案手法的布置人，这一定是2个人做的，只有我们2个人在这儿。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有什么好让你？这你妈，你尊重一点。对呀，你在干什么？孩子翅膀硬了，学会顶嘴了。我发现，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倒反天罡。OK， 那这么看的话，你们4个肯定都心里知道点什么，只有我跟推探2个人是懵的。他们现在心里门清。他可能存在一个疑问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方法致死。对，所以他也在猜，但他知道他的帮凶是谁。帮凶并不知道自己的帮凶是谁啦。你这说的也很明白了啊，是有点谈在纸上把它讲明了哈。我也许做了点什么，但我没致死，就不怪我啊。我做啥了？你肯定做了点什么，别装，儿子。我装啥呀？我要在这装无辜了好吗？我辈分最小，我现在有可能有人是无辜的吗？我告诉你，最小就是代表你是魔童，你是魔丸。爹。
现在叫爷爷也要说这番话，对。我也是血缘关系，我爸爸。我的好大儿。他具体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是什么？得精确到分和秒，我们才能知道最后致死的是谁。激光触发的时候，二叔一定得是在这里，一定得在那儿，因为他的弓箭是设置好那个角度。对，电在哪儿啊？电线在这儿吗？电线在这里，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柱子要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没错，就从这儿经过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被电了。我突然觉得好像还有什么没搞明白。二总经理，叔，哥，等一下我们开始。刚刚那个摄影师，他最后摁了一下那个东西，是摁的是什么呀？这个遥控器，它上面说已为24日短视频拍摄设定好3圈的转速。你们记不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了2张照片？侧拍手机那张照片，我觉得我们再看看那个照片吧。它有个时间是10点04分45秒。10点04。那我们其实应该算那个对不对？对，因为它有个时间是10点04分45秒，你从整点开始算，转到4分45秒的时候，那个东西刚好在那儿。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从第一圈的第一个位置开始计时，计时到4分45秒之后，看是否是第2圈还是第3圈。没错，那你上去，你上去 OK 你上去展览，你今天很帅。OK。模仿一下二叔。对。这个时候二叔还活着。开始。2、3、4、5。来，我们准备下一位，我们保持住，来，我们自信啊，来。8、9、10。现在那个二叔开始跳舞了。开始。跳。跳。70。好，做。OK， 这个时候。10。那一圈的时间就是2分20秒。4分40秒是完成2圈。对，光射的时候一定是第3圈，对不对？对，没错。对啊，第3圈的开头啊。那也就意味着它的激光、它的针杀只有在第3圈才能完成，而且就意味着第2圈的时候，它就有机会被电死。谁的手机来消息了？不好意思，老师们，刚才信号太差了，有2张我和我小助理的照片没有发出去，我现在补来。2分25，激光灯没有开启。2分25秒的时候，电线已经拉出来了。这其实，在第2圈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开启了，就早就准备了。对，9点59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镜是没有转过来的，铜丝且没有被拔出来，也就意味着这2个东西都是没有提前做的。对。然后我们看后面的图，铜丝被拔出来了，镜也被转了。我们的第2圈拍电影的姿势，大家看一下动作是什么？第2圈的时候，它就被电死。能挪这个的只有他们俩。只有他们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也是只有他俩能操作？是。那就只有2个人了。所以这2个人必有一个是转镜子，一个是踹电线，他俩必是参与的环节。但也有可能有一个人同时弄了这个又弄了这个呀。我觉得我孙子不一定知道，有可能是贺家欢一个人又弄了电线，因为他来布置场地的那一盘，都甩给我是吧？
哦，贺家欢同一天晚上干了2套这个杀人方案。他是你大儿，他想把水栽给我。儿子，你认了吧。你这样生完之后，我不会觉得你迷糊，反而觉得你嫌疑更大。清汤大老爷，我们先别泼脏水好不好？现在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他俩有直接人物关系，他是他媳妇儿，他是他老公，他俩合伙作案，因为他可以布置现场，他可以踩电线或者移动镜子，或者你跟你儿子前儿子也有同样的可能。电母，雷公怎么啦？我是真儿，你是真儿啊？真儿电母。你怎么知道我是电母啊？如果最后我不是怎么办？你肯定是了，别说了。那你就是你又真又电了，真电母。走吧，外面看一眼。我们跟着声音走就好了嘛。是外面什么声音？一起走。大白天你怕什么？青天白日的，你对声音也这么敏感吗？那你平时跳舞听到舞曲的时候，这儿不一样。大白天有人吓你一下，你也吓人啊。这边锅炉房。来，小丁走前面，小丁来，你走前面。小丁，你勇敢，让他勇敢一点，里边没事，里边肯定没事，进。没事的。让他走，对，你帮我们探探路，加油，没事。没事儿啊呀，没事儿啊呀。慢点，等一下，眼睛都掉了。你没事。这为什么报警了呢？里头不会有，老爷不会在里边吧？哎，那有个车，有个手机那儿。哦，有小车。手机。哎，超大声。哎，我天哪！兄弟们把我围住！喂，你好。贺家欢，俺小文，俺小丁，小丁，哎，你呢？金镶玉，我在。你们4个都有罪，我们对，什么意思啊？怎么了？你们和俺儿一样，都得死。就不死，你那你是要放毒给我们吗？各位，开始了。小将，我天！不会要给我们弄到水里面吧？到水里了吗？现在是。我们在空中。我们在空中。真假的？假的？真的假的？哇！好高！
真的假的？好高！真的，真的在空中！我勒个豆！等一下，我才23。哇！哦，真在空中。兄弟们，真别动啊，真别动，站两边平衡一下，站两边平衡一下。不是吧？不是吧？我已经要冒汗了，兄弟，我真害怕高，你真害怕黑。来，我们看一看，我最喜欢高了。不行不行，我最喜欢高了。不行不行，等等等等。我才23。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惊慌的样子。你们看到外面了吗？你们被吊在了30米的高空。那你们猜我要做什么呀？你要把我们摔下来。不，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认罪，我们错了，怎么才能出去啊？是你吗？是我，都是我干。不是，我们两个又没罪，我们两个没关系，跟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你先放他们俩出去，先把门打开，我们把他弄出去。你们说从这么高摔下去，你们还会那么好看吗？好看啊，时刻保持。也很美。那我就给你们好看。哎，舒服的吗？等，哎，等会儿，你干嘛就倒数啊？解开吧。咱们下辈子见。不要这样！没有必要。我的天哪！我认罪，都是我干的。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旁边的柜子里装有你们的罪证，你们死之前好好忏悔吧。来，自己念自己的认罪书，来拿着。OK， 自己交代一下，来。安宋秋玻璃厂新材料使用同意书，本人金镶玉同意在安宋秋玻璃厂的生产线上使用镀锌素的新材料，用以制作流金岁月专利玻璃，并供应给集团旗下所有渠道制作新产品。出现任何问题，由本人承担责任。须知，玻璃厂使用新材料需各关人员全部签署新材料使用同意书，确认方可使效，缺一不可。负责人金镶玉，我确认了。我同上，确认了。我也同上，我也确认了。我确认了。怎么回事？你们四个给我说，害到我们两个无辜之人。真的，你说怎么回事，我们就是怎么回事。不是，这是不是你签的字？我确实没有签过这个东西。我也没签过。我们被冤枉的。不是他们签的。我们不记得我们签了这个东西。对哦，安二就是他不是给我寄了匠心打造的那个衣服吗？要我签在一个合同上签字。我也是，当时我跟贺家欢我们俩结婚，他就说想要一点这个婚前检查，但那个检查书因为很长，我就没有看，我就随便签完了。我也是，他骗我签了一份什么文件。你呢？我也是相同的。他做了一个手脚，把那个有一张协议的角折了一下，我的名字就落在了他这张合同上面，这就是我握在他手里的黑料。
他做局，他做局。就乖乖闭嘴。所以说，我就找到了派姨，我让派姨去帮我搜集安二的黑料。他帮我查到小野董事长的人选，我觉得还是安二最合适。我不能让这样的人做董事长。这就是他的动机呀。哦，所以你早就知道有毒。现在不是在说动机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冤枉的，是安二伪造我们的签名。他们其实都是被误会的，他们是被骗取的签名，并不是他们签的。我们没有同意，这种事怎么能同意？奸商，我们是有良心的厂二代。原来你们都是被安二骗的呀？对对对，是的，误会呀！哎呀，你看这咱早坐下聊着，不用在空中啊。哎呀呀，那没事了。没事了，放我们下去呗。虽然你们没有参与毒玻璃的制作，但是你们不认真检查合同就签字，也间接参与了。必须把你们关在上面24小时，让你们长长记性。不是，等会儿，哎。不是我们小弟不行了，没有，我需要有安全感一点。有没有什么别的能下去的办法？开关在哪儿？哦，可以往下拉。哦，可以往下拉，这怎么拉？我看，这拉了就直接等，速降吗？没事，可以拉，来，3、2、1，走。不是速降吧？不是，那也太刺激了，我喜欢。再来，3、2、1，走。不是他在练我的力量吗？还是什么？等一下，来，把这个取了，把那个取了，来吧，来，谁是3、2、1。哎呀，活下来了。哦，这门没开啊！门没开。哎，想办法。这玻璃是不是能拆啊？肯定不会的，因为他做的肯定结实。这个，这都不能啊。哦，应该是会不会从这儿出去啊？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有可能是上面哦。啊？看这里面有字儿，看见没？推什么什么推。你看那大力往上推。宁哥啊，宁哥来帮个忙，来吧，来我，来，3、2、1，起！我，这拿下来。拿下来。就这儿。来，大力往上推。我天哪 ，OK， 小心啊，行，我来，来，3、2、1，走。对了， 2、3。
拿这个顶上去。哎呀！哎，别夹着手。来。2、1，走。OK。来下，没事。OK。啊，重获自由的感觉真好。谁出去呢？我们只用出去一个人，去外面开门不就行了？小丁轻。OK。小丁搞上去。可以吧？可以啊。哎，我帮你拿衣服，快，你这样方便点。上面那个边缘可能滑手，你先 OK 试探一下啊。好，来啊，我们3、2、1，走。OK， 小丁 OK， 哎，小心OK， 慢点。张放，张放，小心点，往里走。嘟。哎，小心。好嘞，张放 ，OK。你如果那个什么的话，你下面可不好落啊！你如果第一下没上来的话，等一下。小丁，好棒！还得是你呀，小丁。走，去前面看一下。哦，有个手机。管家的。哦，他用的是变音器给我们打的电话。等一下，他什么意思？推克帝国小杀手专区啊！什么小杀手专区？用电脑登录超级秘密的网站.com。用电脑登录。哦，用电脑，那我们找电脑啊。OK。那边有声音。哎呦，回去吧，吓死我！什么情况啊？这个香，爬香厕所。还记得这个水杯吗？当年爸爸给你买的，当时售货员说这个水杯是最高级的，说小朋友用最安全了。爸爸想你每天都会喝水，就把它买回来了。我记得当时你特别的开心，你说它很漂亮，里面有很多小星星，你一定会每天都用它喝水。后来你就开始头晕、流鼻血，疼得在床上打滚。爸爸就抱起你去医院，医院说就是因为这个水杯涂层里面都是毒。
是爸爸，是爸爸把这个毒药送到了你的手里。后来爸爸找他们去理论，他们就冷冰冰地对我说：“是这批产品出了问题，已经召回了。”可是你再也回不来了。女儿，他们难道不知道这里有毒吗？他们当然知道，可是他们更知道，出了问题，只要赔点钱，就解决了。爸爸不会要他们的钱。爸爸要的是公道。24年了，我一直以为是这个进了监狱的人。就是这样。可是前几天我才知道，他也只是一个背锅的。是安儿，是他买的这些劣质材料，是他收买了当年调查的人，是他昧着良心赚钱，是他害死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孩子，他必须死，他就该死。今天他死了，他终于死了。你可以安息了。吴管家，吴管家，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着了？没有，听了一点。没有，听到了。有事儿吗？所以，安儿是你杀的是吧？我想杀他。你动手了吗？我没有。那你知道这个家里面还有人想杀安儿吗？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她叫沈工。沈工。她以前就是生产这批玻璃的人，我一直以为都是她，但我现在才知道她只是个背锅的。哦，她是替罪羊。92年的事儿，那刚才那个合同你们是哪年签的？16年。对啊，你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啊？当年这个毒玻璃的事儿是安儿弄的，但是呢，现在你们又想弄这个毒玻璃的事儿，所以呢，刚才我把你们吊起来呢。各位，开始了。就是希望你们能迷途知返。哦，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也是安二。对，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进去跟他聊？来，他想重启读心术这事儿吧，做的确实太歹毒了，他该死。他该死啊！对呀。但是呢，这个东西应该由法律来审判。是的。你们4个有什么脸说这话啊？所以他现在谁是推探？你们都是凶手，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教别人正义？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您的电脑能给我们看看吗？他的电脑在我这儿呢。就在这儿。哦，电脑在这儿，我看，来。这是安二的电脑。啊？这个桌面是安二。这什么是安二的电脑？你的电脑上为什么是安二的桌面啊？这个是我从安二房间拿的。这是安二的电脑。安二的电脑。我今天呢到安二的房间里偷偷拿了他的电脑，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毒玻璃紧急的召回议案。但是他的文件太多了，我一个人查不完，所以说请你们想想办法，就在这个电脑里。推门安案提醒您，支线任务已触发。这多少个文件夹？这么多，那怎么找？没事啊，这个 Mac 有个功能叫聚焦搜索。聚焦搜索。对 OK。但是我们要搜什么呢？毒玻璃召回，你收回召回2字，看有没有？召回。哎，有召回方法。召回方法说明书。安宋秋玻璃集团紧急事件处理方法：呼叫紧急事件处理小队，请在天台指定区域圈内使用专属信号彩蛋。注意发射每个彩蛋之间需间隔3到5秒。召回问题商品，请按照橙、粉、绿、紫、白、红的顺序发射。一旦信号发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小队都会在3分钟内到达，并且为您解忧。那我们就是要召回这个问题商品。没错。还有什么要搜的？那个刚刚那个什么小网，刚才在他手机里有一个对小杀手。杀手，看一下。哦，有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灰客帝国小杀手专区，然后有人说天塌了，我竟然对我的老板。然后这人说真没招了，感觉路过的狗都能踹我2脚，咋办？每个人3个地方去吐槽吧。OK， 看看第3页是什么？急！有没有人能给我一个超级隐蔽的杀人手法？点开看看。重金求手法，3月24日在安宋秋玻璃集团拍摄杂志当天。3号说手法急，3月24号在安宋秋玻杂志当天。1号说安家杀谁？2号说安二。哦，有3个人了，3个人了。1号，我也在安家，我也要杀他。关于手法，我有一个想法。拍摄当天，你们在舞台上吗？2号说在，3号说在，都在。1号说那有人负责舞台搭建吗？我。2号说我，有可能是贺，有可能是金啊。1号说那太好了，我的手法可以分为3步，我们1人1步，这样都可以洗脱嫌疑。1号又说了，3号拍照的时候你需要抢到4、5位置中的一个。这个3号不是文就是丁，那里方便下手。2号你要避开这2个位置。1号说为了彼此的安全，我们不要碰面，也不要过问动机，你们2个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可以，这样被抓了也不会暴露彼此。然后3说现在要我们做什么？每一步我都有非常详细的方法，我会把你们各自要做的事情分别私聊给你们。晚上我们通过编音软件私聊一下，意味着其中一个是他吗？1是他，大概率。没错。1号是策划者，2号、3号是执行者。来看后面一页有没有了，4页有没有了？哎，我需要一个上好的超隐蔽的杀人手法，拜托。还有一个人求杀人手法。3月24日在安宋玻璃当天，1号说安家杀谁？2号安二。哎，这不就是刚看的吗？3号拍照的时候，你需要抢到4、5的位置中的一个，那里方便下手。2号你要避开这2个位置。
3号为了彼此安全，我们晚通过编译软件聊一下。哎，是一样的。看一下 ID 不一样，1号的 ID 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这6个 ID 都不一样。是不一样，这样刚好对应2种杀人手法，也意味着1号位有2位嫌疑人。没错。看看别的时间啊。成为杀手是我已经成长。哦，这个不重要，这应该就是杀手论坛经常的。哎，1.88米，小75公斤。男杀手从来没有过女朋友。1.88米，75公斤，长相小帅的新人男杀手是谁？你们猜是谁？188。呵，我没有75，我们俩都没75，主要是我很瘦的。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了吧？等一下，这个女的哎，等一下，她这个项链上有一个佩仪的那个哦。等一下，现在多了个思路了。他跟太乙有关系，这是联合伙的。这个沈宫的人不在了之后，他的项链在太乙那儿了。对，太乙是不是他女儿啊？有可能。太乙说那个小包包是我的宝贝。我的宝贝，这是什么东西？ No， 嗨，一颗大玻璃，谁是会制作玻璃的呢？他叫沈工，是生产这批玻璃的人。哦，玻璃项链，对。他那个宝贝，我们误以为说你俩，但其实你俩啥也不是，是他妈妈那个项链。哦，是他妈妈给他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宝洁也恨安二嘛，对吧？因为害他妈入狱了，这是替罪羊。刚刚他说了，所以清晰了，很清晰了。 6个凶手，所以3组人就是不一样的，太乙也有可能是1。没错。哇 ！Oh my god！ 你让我们2个推探活吗？还6个凶手，还玩什么？要不我们4个把他们投了吧？我想问，你是电组的还是真组的？你是弄的电还是？你大学学的什么工种？不是，漂亮。硬问还行，硬问，真是硬问。这个房间应该已经没有更多的线索了吧？对。那这样，我们赶紧把这个毒玻璃召回，好不好？好。那就排一下，什么赤橙？橙粉、绿紫白红。橙是第一个，好不好？我来。好，你记住你是1啊。我是2。橙粉绿，紫。白红，那我是红，最后一个，好不好？好，行了。 3至5秒发一个，等3至5秒。哎，等一下，天台是这儿吧？对吧？圆圈内是这儿吧？对吧？朝哪儿啊？朝那儿吧。告诉我。这就按顺序转一圈，顺时针嘛。来，对。那我1开始啦，开始，来吧。 1、2、3，来，1、2、3，扩散，拉，1，来，1、2、3， 1、2、3， 1、2、3，放地上，好漂亮！哇塞，这真好漂亮！小队呢？什么小队？及时到达在哪儿的小队？3分钟内的小队呢？接应小组在哪里？无论在哪儿，3分钟之内即刻到达。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汪队。 这是直升飞机的声音吗？直升飞机真来了，真的直升飞机，真假的？真假的？来了，我在楼那边我看到了。来了！哇塞！
我的天！太帅了！我们有个直升飞机很奇怪吗？不会很奇怪吧？我们可是真豪门。没错，我以前每天你五叔上班都是坐直升机。对啊，对。哦，来了来了！天哪！啊！天哪！啊！我的天哪！好美！我真的会谢。我们不要这么狼狈。呀！好帅啊！快走！咱回库房。啊哥，你是真像豪门，你刚还挺帅。前一秒还头发都乱，你的头发做了个新的。豪门头发都乱了，豪门。哎，怎么大家都换发型了？哎，你们刚刚站着的为什么要站那么帅啊？为什么我们是那种仓皇而逃？你是豪门，不是一个逃难的。你们就你们现在是千金好吗？对，然后就是从小就是在这种豪门长大的人都会有独特的气质。他从小豪门长大的是不一样的。对不起，从小豪门长大，那我再上。OK， 来了。上面写了安颂秋玻璃集团制品召回协议书，集团决定召回2016年3月生产的流金岁月玻璃以及其为原料制作的所有产品。注意，若遭遇不可抗力，如负责人死亡，则需集团至少5位负责人按手印确认召回。那不会，一会儿还得把这还给他吧？他还在呢。哥们儿，快按，快按，快按。OK， 好。快！哎，这把帅一点，咱们别像那个仓皇而逃。来个帅气归还。走，咱就是那种送货跟人接头那种，不无所畏惧。哎，你一举一动都要那么帅吗？你要这么帅吗？
挂不了，就是挂。呵，他又做了个新闻。我已经救不了你了，走吧。走吧，走吧。我们下去梳理一下吧。豪门不应该坐电梯的吗？豪门就喜欢这种感觉，你懂吗？质朴。3位同事离奇失踪，是谁带走了他们？现场只有这些。哎，这豆可是关键线索。别紧张，来点豆放松一下吧。超多香浓巧克力的豆，碰撞香脆曲奇，超多豆，超美味。原来是趣多多哦，你在逗我。祝你家肉推出4周年快乐！有豆才豆趣多多，美味曲奇，超好吃。这是趣多多抹茶和黄油新口味。行了，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线索，就是这个派仪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呢，一会儿我们会把派仪背过来，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询问，你是不是凶手？你们各自心里都有数。谁是雷？你们4个可以到3楼去随便找个房间，你们互相去指责一下。好的。那么场上你们4个人当中有2个也是好人，一定要帮帮我们。听到了，听到了。包的，在心里，包的。你们2个反应最大，有问题。在这认什么身份呢？在这儿，你们2个太假了，都在水里，都在水里。好，行了，快去吧，15分钟，好不好？好不好？好。走吧，我们上楼。去吧。咱们先梳理一下整个的案件。我们先把整个序列给排出来。我们刚那个小杀手论坛上也分别看到了1号位、2号位和3号位，已知他是电死吗？电。那么1号位也就是组织策划者，大概率会是管家和派。然后2号位呢是金和贺嘛？对，他们2个负责的是布置现场。对。3号位呢就是丁跟文。这6个人里面一共梳理出来了8种组合方式。没错，管家和文。第2种是吴、金和丁。那么这前4。对，刚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派仪会犯案吗？对，派、金、丁。对，目前就是这8种。目前派仪的所有的线索我们还未知。对，所以一会儿可能如果在派仪身上能找到什么他干了断电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确定一半了，那就可以从1号位着手开始推嘛，对不对？对。大家现在要想的是，一会儿要询问他什么？这项链其实也是必须得问的，不然可能故事目前还不够完整。对，摸完这个项链之后呢，我们可能围绕着就是它的时间线。对。然后他的动机，如果能够有跟动机相关的话，他一定和这些人有一些人物关系的。我们甚至如果对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把他也叫过来再询问他。OK。第3点是，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4个人当中去辩论，做一个辩论，然后我们其中去观察他们的反应状态。他们4个在楼上聊的内容可能会让他们找到自己的队友，像狼人杀，所以等会儿的集中讨论，看他们的发言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推探的第6感。对，估计他们现在4个里面也在打架。因为所有人目前都会想往真靠。对，我们现在不会有人承认自己是做电的这个环节的，这个大家有共识吗？你是电啊？我哪是电呀？我真是真。我真的确认我是真，所以我知道某一个人一定是电。那你是怎么作案的？我觉得这个不可以说。我的同伙，我来说。不，你也不要说，你忍住。
你看他怎么扭捏。估计他们现在4个里面也在打架，所有人目前都会想往真跑。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心知肚明，我们究竟彼此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吧？说吧。小弟，你也不要再说了，我干的事儿之外的事儿就是你干的，所以我也知道你干了什么。我也知道你干了什么。这样吧，你带着你的儿子去重温一下旧情吧，毕竟今天之后你们也不再是你儿子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跟你可能是一组的。你要这么说，我就得选我的妻子了。你快去吧，我确认我们俩不是一组。我不能让你先站他。姐，安你过来。我很确认你是电组的。我是真。你不是真。在今天我们推到底是真还是电的时候，当确认是真的时候，你非常的 peace； 可是当确认是电的时候，你反复的在咂摸，在琢磨，2分20秒加2分20秒到底是几圈？一定是真死的，因为我做的是电，我可不能让他是被电死的。在大家都说他是被电死的时候，你无比的激动。这可不。我在圆盘上所做的一切的推断也好，还是怎样也好，电都是我推出来的。是不是？还是说把这个东西往外挪了一下？如果我是电，我不可能去帮他说，哎，他是怎么弄的？我有点想相信你。但是我时刻提醒自己，对于你以前零星碎片的一些了解，我抓住一个单词 ，fox。Happy fox。对 ，fox 就是形容你的词。狡猾的。如果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我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是真组。我觉得非常的不安。我找不到我的另外一个真的同伴。对于我而言，我作为一个真。我知道我的同伴大概知道是谁。你觉得你的同伴是谁？我可以不说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所以你根本不相信我是真组的。我不能把过多的消息给透露出去。是的，只有坏人更容易达成默契，而好人是彼此猜忌的，对吧？对呀。他让我去做那个舞台的时候，我装了镜子和弩。但是我们可以说实话，因为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我装了镜子和弩。因为我其实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镜子转过来。所以说咱们一定是真的这一方。对不对？对啊。电的1号、3号位分别干了什么事儿呢？1号位计划这个计划，然后还有是关了电箱。2号位就是金钱柜子，他是埋电线、放电椅。然后3号位他干了，只踢了一脚，踢的那个电线。对，就很清晰啊。今天干的事情有点太多，他搭建的时候要埋电线，他还要把这个电椅买过来装上。对啊，真是一个厉害女人，她等于是还精通所有的这个物理学。我在想，我们2个如果要赢的话，我们必赢啊！你我2票肯定投别人的。对，当然。但是我们还得争取一下2个推断的票。哦，对吧？我认为得策反他们其中的一个。金测不了，测小军。
让他跟我们一起投进。我有个办法是我跟他说我是弄雷的，骗他说跟他是一组的，让他的票归拢我。他不可能，他俩现在应该已经全部交代完了吧？那就看他信我还是信金。OK， 走。好，没办法啊。走吧。 OK， 好。换一下。我跟这人聊不下去。我想交换。心虚了。对你推荐认为交换吗？你想不想跟我交换？我得跟你交换一下。聊完之后有问题。我发现有问题。我俩走，你俩。走，那我们进去。我们俩去房间，他们俩在那转圈。转圈。你是什么？你猜我是什么？我不猜，你说你是什么？你是我的队友，我都知道你是什么了。我真不是雷。我要是雷公，我要在那推断这是雷干什么？你看我，你别躲闪我的眼睛。我不躲。我先主动提及。我可以跟你说我怎么做的。我是提前进入那个布置的场地，在矮柱上面安装了镜子。我装了镜子和弩。你的意思是那上面的镜子是你安上去的？真的吗？真的呀。如果你是真组的，你肯定知道这个镜子是谁安的，我不可能骗你。来，时间到了，下来吧，各位。来了，来，集合了，小杀手们。怎么样？这个现场你们满意吗？审讯现场是吧？哦，这么酷！我没有，不是我，是他逼我的。这是不是得来份饭呢？给你来本作业，给你来本寒假作业，你给我写上。先给各位捋一下今天的案情。OK， 今天死者是安二，通过我们目前所有的已知信息推断，他是被电致死的，而且是3人同谋作案。1号位的凶手策划组织了整个计划，并且在我们拍摄过程中关掉了漏电保护装置。2号位的人在布置场地的时候布置了整个电机装置。3号位的人在拍摄过程中踢出踢脚线，让电路连接上，使安二被电身亡。然后现在呢，我们其实一直还有一位神秘人物，我们还没有怎么接触过，就是我们的派医。是的，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未知的是那根项链，对，还有一些关于派医的身世，以及他和毒玻璃厂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接下来先要做的呢，就是集中的审问一下派医这个人。派医，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派医。传唤派医入场。他不会要开着那辆车出来吧？哎，来了。派医请坐。知道我们来找你来干什么吗？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有点数。你在这个干了多少年了？其实刚来没多久，也就是2个月前吧。3月24号早上9点钟到10点钟，你在哪儿，在干嘛？回答的详细一点，想好了再说。
9点钟到10点钟的话，那个时候我应该是正在打扫，因为那个时候，舞台刚搭建好没多久，我们作为家里的做事的人是不能靠近舞台的。好，所以我是在那个区域外在打扫。那个区域外，你可以详细一点说是在2楼还是在3楼？可是五爷，你们找到什么证据了吗？好，如果没什么证据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合适。证据？我还需要证据，五爷。你仔细看一看吧。还有我们在你的那个保洁车上发现了一个小包包，包里边写的“我的宝贝”，里面拿着一个项链，那个项链呢就是这个照片里这个女人所戴的项链。这是我的妈妈。哦。这个宝贝是妈妈留给我的。对。你妈妈现在在？她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因为当年的一个事情，她含冤入狱，所以在狱中郁郁而终了。他的冤情是什么？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要搜身。对，来2位女士来。我来，夫人搜。你怎么一个凶手搞得自己是推探一样？哼，只有一个手机吗？您看，您看。行了，来我们看看这个手机里有什么啊。在备忘录里有一张简报，上面写着：“真正有错的人才应该去死，偿命。”这里有一张图片，是一张报告啊，上面写的是流金岁月原配方中不存在制毒原料，而是销售样品中出现制毒原料。经过对安2总经理采购合同调查，流金岁月生产线上的原料安心素被替换为暗心素，该成本仅为安心素的1%，且存在毒性。调查组施无碍。前女友。我的前任。我的前女友和我的前男友。当年安2采购了这个低成本的用料之后，导致了它变成有毒的产品了。然后刚才他说了，他的母亲是含冤入狱，可能就被替罪，说这个人采购的，不是我安2采购的。所以你早就知道这些事儿了？我不是早知道的，我是前不久。前不久知道这些事儿，所以你对安2起了杀心。我恨死他了，对。就像侦探刚才看到的那个调查报告一样，我是无意中在安2的房间里发现的，然后我就把他给拍了下来。所以你想要杀了他？对，我是有杀心的。你不仅有杀心，你写作了行动。原因是因为你手机里当中有小杀手论坛。他也同样登录了这个小杀手论坛。你登录了里面的页面，找到了2位志同道合的人，你们协作把他杀死了。你带领的是哪支团队？是发射团队还是滋滋团队？我的背后空无一人，那个论坛就是跳小广告嘛，就是那个速度特快，我biu一下就点进去了。跳小广告能跳到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像各位一样，你们应该也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也应该不是只有我登录了那个网站。所以你登录了？因为你刚刚说也不是应该只有我登录这个，所以你登录了。不是只有我登录了那个网站。对呀，什么叫像各位一样？我说
来。我只能说，在3月22号的晚饭后，我浅看了一下，我们那个电脑都是3月22。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贺和丁哪个是你心里真正的宝贝？我的天哪，推探我真的都爱得死去活来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强行2选1的话，必须选一个。必须选一个。我那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拥有的。好。他一定是做真的，他一定是真的。休息吧，休息吧。你们觉得要叫武管家过来吗？有这个必要。叫不了武管家了。行，没事儿，我有加时卡，朋友们。啊？哦，而且小丁还有个复制卡，那么就是10分钟。用不到，用不到，其实。来，3、2、1，使用加时卡。哦，呜呼，请有请武管家出场。Can you feel it？来了，来第一个问题，电箱的事情你了解吗？我是管家，我不是电工。你几点钟打电话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不会承认这件事儿的。当天晚上打电话了吗？给谁打电话呀？你给谁打电话了？我没打过电话，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没有。你有没有登录过小杀手论坛？哦，那个网站是吧？对。我登录过那个网站。好，就像你们也不都看过那个网站吗？在什么时候登录过？3月22号晚上睡觉之前，我好像登录过一次网站。都是22号。派姨也是22号。对，22号晚上。他稍微晚一点点，他那个是那个晚饭左右。对。你已经嫌疑锁定了。我们已经知道店是你弄的了。我觉得你先就是想吃点啥，先吃点没有？待会儿就去抓你哦。好的，行了，那辛苦了，来。好嘞。行，我觉得就是审讯部分咱们结束了，那咱们现在集体讨论一下。OK 啊。好的。来，把这个板子收到，老大。这个板子是刚才我跟柯呢，我们2个人进行的一个盘算。现在目前通过以上的这些所有今天的破案的条件之后，我们可以判定有这8种组合。因为2号和3号位处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最简单可以直接划分的，我们可能从1号位下手开始。是这么想的，你看看他们状态。其实他们两个，我觉得已经是很明确了。太医才来2个月，没错。熟悉电箱的人一定是对这个房子构造特别熟悉的人，因为电箱的位置很隐蔽。管家一定是比太医更熟悉的。一般管家都会吩咐下人做事儿，对不对？下人做事儿都是干这些的，就是花花草草啊、柱子啊、擦擦啊。那你更多认为是管家？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他们的行事方式，如果这2个人要杀人，我觉得他也更会，比如说，我来整理盆栽，每天对不对？我边整理我就边观。看，哎呀，怎么弄？然后我可能就知道有这样的灵感出现。就是无就是电 ，OK。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那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结果。既然如此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把下面擦掉。那我们2位推探就想问你们4位了，我想先听听你们刚才在楼上的辩论有没有什么结果？对，有什么结果？我想说的是，首先现在已知了，我们已经确定了哦，朋友们，毒针没有杀人，
对，OK， 那我想问，你跟金当中，你们2个人谁布置了毒针？我是真的。你呢？我布置的也是针。也是针。因为我现在要做的区分就是丁和文哪个人是跟我一起安排针的这个，因为贺对我来说我是针，我就完全知道他是电了，所以他就完全我没有要跟他讨论的意思。我跟丁讨论，他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一直其实默认他是电组的，但是我跟他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交流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觉得只有针组的人自己知道做了什么。如果我把这个信息轻易的透露出去，电组的人也会知道，这个到时候在这儿就说不清楚了。所以我完全没有跟他讨论作案手法，可是根据各种状态和这种推测压力测试，他纹丝不动。然后呢，我就说我们去建议交换一下，我就去找了文，在跟文的这个交谈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状态可谓是更加敞亮，更加敞亮。他甚至跟我说，他说我刚跟贺聊完，我觉得有点不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人的一个说法。我认为得测他们其中一个。哦，就是他状态很好，他更好。对 ，OK。在因缘巧合之下，我跟贺有了一次短暂的交流。机缘巧合之下，这个交流让我有一个非常震惊的信息，我就有一种直接跟凶手打明牌。你没弄过电，你回头，那你弄了什么？我弄的是那个弓。不可能。壁画在那个弓啊！你别装了。我是真的，因为我安排的就是那个镜子。我那天到这儿来，我就是把那个矮柱上面的镜子全部弄好，我就撤了。其实我完全不知道那里有个弩的事情，但是我在问贺家欢的时候，我说你做了什么，他就说那个弩是我弄的呀。那一刻我有一些慌乱了，我就觉得哎，你完全不知道弩的事儿，你完全不知道。哦，我完全不知道弩的事儿。我是觉得，如果贺是凶手，他怎么会瞎编一个真的安排的手法？恰好不是我做的那一部分。但是呢，我又觉得贺家欢是不是已经高明到就是他编了一个正巧是我不知道的，你知道，所以这是我想先说的。我说的就是这些了。OK， 我天，好精彩！我就是把镜子全部弄好，其实我完全不知道那里有个弩的事情。我来布置舞台，这时候那个东西就是我布置的。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俩说的是这样的啊，你看贺说他只知道针，那金说他只知道镜子，这其实是矛盾的。所以我其实没有明白的这一点。他布置针，他布置镜子，那个是你布置的吗？布置舞台的人都需要。哪个是我布置的吗？箭弩啊。箭弩是我布置的呀。那你为什么在上面晃？我没跟你说谎呀。宁哥，不是贺在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他装了弩和玻璃。啊？你到底弄镜子弄的弩啊？他在上面跟我说他弄了弩和镜子，然后紧接着金过来找我谈说他也弄了镜子，我就在想，因为按常理来说，镜子跟箭弩应该是我会认为是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弄啊，所以我就怀疑金猜的。所以你到底弄没弄弩？我弄弩了呀，但我在上面跟金瑶，我不可能全部跟他讲，我俩都是2号位的，所以我只说我弄了弩，他肯定是不信我的，所以他才跟文说他弄的镜子。他的意思是弩玻璃是一套。对。毒针你是怎么拿到的？就是告诉你会放在那儿，我去拿，放在这个位置，你就只要杵在那儿就行。我的事儿就是这么多。
好，这样我问你们2个一下，你们来稍微的细节一点的形容一下你们的布置轨迹，好不好？当天晚上，我先说，你先说。你先说吧，我刚说这么多了。我也是上了那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之后，他有一系列的那个作案手法，然后他说要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说什么？当天晚上就给我用变声器给我打了电话，就把这些东西全都安排在了电话里边。等等，你再说一下什么？当天晚上，你跟1号还是2号打电话？就是1号啊，1号和你打电话。当然是1号，1号。OK， 好。他把计划告诉了我，然后那个东西都放在那儿。哦，对，他还问我了，说你是不是那个，就是继承人？然后我说是的。所以他把东西放在家里边，让我精确的放在了那个盆栽那个位置。就这么多，我就安排了舞台就这么多。我的故事跟他差不多。我那天想要杀安2，然后我就上到这个网站去查这个方法，这个发帖。然后呢，就有1号和3号，我们在那里讨论。我记得我好像是跟1号打了电话，而且我感知到对方一定是非常熟悉安家的人，但我没有挑破这个事情，我也很少说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说，提前进入这个场地的布置，去把那个镜子安装上去就可以了。对。他讲完跟他们俩聊完的感觉，我可以讲一下我跟他们俩聊完的感觉。好呀。OK， 当然了。其实我跟金就是讲的是差不多，我的感受。那个我跟文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懵懂的状态在跟我聊这个事儿，所以我感觉他是一个真，他是我的那个3号。但是我跟丁在聊的时候，防备心特别强。丁对你的防备心很强，而你对他的防备心很强。他对我的防备心特别强，所以说如果在他们2个之间，我要犹豫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加倾向文，可能是更加无辜的那个。等一下。他说完这个，我又会觉得丁在我这儿非常做好了，因为我跟丁很挑明的，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我觉得你就是电阻的。如果他真的是电阻，他应该很确认我就是真阻的，因为我完全不跟他相认，所以他应该默认你就是电阻，所以他看到你，他一定会想要跟你说，我也是电的，我们2个坏人，赶紧一起吧。结果他对你更防备。所以我又觉得他有可能是好人，他防备心特别强。我作为我这个身份的人，从我们今天推断的所有的流程来说，因为我看不出来，我觉得他们俩都太电了。太什么？太颠了？太颠了？都太电了。太像电阻的。太像电了。OK。太像电了，我不知道他们俩说的话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只能说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对于他们俩的状态来说，我觉得金奶奶一来就是我觉得先施压，是不是？哈，施完压之后再套话，套完话之后其实就没有什么了哈，就试探的手段，试探我是不是，然后他时刻提醒我说，哎，我是真。然后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今天你在那儿做的时候，我就观察啊，你做的那件事，我觉得你就是电，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我们换人跟贺，他一过来就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我就会产生防备心理。那我这个小真怎么弄呢？对，所以我们俩就跟他都不做好，都不做好，都是坏人。那你做了哪个步骤？那个我只需要在10点之后把那个转一下，到结尾的时候把那个转回去，我就 OK 了。我其他事儿都不用做，我只用做这个。小丁说的全部是假话。OK， 为什么？因为说这个玩意儿啊，只能转1次，所以我知道小丁那天一定没有转那个，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只有我在转这个。
我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在10点之后，把它这个转到生命之树的方向，非常精确哦，生命之树的方向，让它这个激光笔有机会对准这个2叔。所以你知道有激光笔？我当然知道啊。你知道有激光笔，你怎么可能知道有激光笔？因为那个我有跟这个杀手打电话的时候说过，他有告诉我他的详细计划，他告诉我只需要在10点之后，我们在舞台上就站着的时候，把这个东西转过去对着他就行了。对，而且需要我在4跟5之间抢一个，因为小丁先选了4，好，我4，我选的5号，所以我紧接着说我要选5。我觉得小丁一定是那个电击小子。没有，我清晰的记得，绝对没有提到说，除了这个镜子之外的东西。不，我确定了，他一定是电，他一定是提到了有激光笔这个事儿。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镜子。说明你们俩不知道的，你们俩就是电击啊，雷电母和电击小子啊，这些真的我们都是知道的呀。一定提过。我们就是我们回溯到我们看到过的已知的线索，是在那个聊天记录里面，他有说，我有一个计划，你只需要做到你的步骤，然后呢，我们有就是详细聊一聊这个是怎么去作案，你需要做什么。我们其实是有通过变声器去打电话的嘛，因为我当时通过电话，我就猜测到对方那个一定也是安家的继承人。是。哎呀，那他俩是一伙的呀，他俩是一样的信息啊。OK， 行，我现在还是希望他详细一下，也就是有人跟你说了，把镜子转过来，会有激光笔照射到那个镜子上，且触发毒箭。他说了这么详细的内容吗？是的，我明确的知道，我转动这个是为了让激光照过来。就是我们俩知道激光这2个字的事儿的。对。那我的电话真没有激光。我也没有。是因为你们是电击啊。我已经知道了，我可以投票了。我很清晰。行，我们投票吧，投吧。投吧。投票吧，投票吧。1号呢，需要比较熟悉整个家里的构造，在家里多年的一个人。我投的是吴管家。2号呢，我投的是金镶玉。虽然说金镶玉跟我的丈夫同样可疑，但是金镶玉这个女人暴露得更早一点。如果说错了的话，那就是为我的爱情买一点单，太恋爱脑了。然后第3个我投的是小丁。我投的呢，1号是管家。我的所凶顺序是1号是吴管家，2号是何家欢。我投的是1号为吴。接下来我会投出我今天锁定的1、2、3号位的凶手票。1号吴。我把票投给了吴管家。旅行不用推理，同城省到心里。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晓时刻。我是好人。别装了。在今天的案件中，嫌疑人有金镶玉、贺家欢、安小丁、安小文、吴管家和派姨。在本案中，有一个对凶手非常不利的线索，可以帮助推探带领大家分辨2组嫌疑人的阵营。2组嫌疑人阵营也可以通过案件中的时间线索来找到队友，他们有没有成功相认。经过推理，大家投票锁定的凶手组合共有3个票型。3个票型。3个票型，完了。第1个票型是
1号位吴管家，2号位金镶玉，3号位安小丁。第二个票型是1号位吴管家，2号位贺家欢，3号位安小丁。啊？我看看第三阵营是怎么回事。第3个票型是什么呢？1号位吴管家，2号位金镶玉，3号位安小文。啊？谁在这么投啊？那就成坏人了，成坏。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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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是1号所有人都投吴，这就有问题，我觉得。因为如果我是凶手，我一定选派。你说的对，如果说都是吴的话，这个事就很可怕了，因为凶手选的是错的。票数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票型就是1号位吴管家，2号位贺家欢，3号位安小丁，他们共获得3票。我是好人，狐狸骚味儿我都10里开外都闻到了。我宣布，本次案件锁凶。啊！成功，成功，成功！本次案件锁凶，成功。耶！哦！哇！nice！还是失败？成功还是失败？也没说完。本次案件锁凶。失败。哎。爸！不是我投的是你们2个呀！别忘了还有一个1号位。1号位不是吴啊？1号位错了。我跟你们理一下啊，他跟我说过他是7点多左右通的电话，所以1号位登录网站只能是比这个时间早。但是上来的证词你们没有发现，派一说的是他是晚饭的时候发的论坛，是不是？对，我只能说在3月22号的晚饭后，我浅看了一下。那就相当于5、6点。吴管家是晚上睡觉前。3月22号晚上睡觉之前，我好像登录过一次网站。11、2点，所以你谁杀的呢？所以是派啊！别对着我耳朵吹气。坏。哎，你怎么会想到说你装弩呢？因为我得混淆你啊。他的票我拉拢了，他的票我肯定是因为我们队友吧。你们俩已经相认了是吧？对啊，相认了呀。相认了。很早就相认了。我们俩相认了。很简单，我都知道你是什么了。真不是雷。行了，别装了，我就是雷。别装了，我真不是。咱坦白的说。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在 KTV 打电话给那个队友嘛，那会儿的时间应该差不多是在8点钟左右。但是有一个视频是文的朋友圈，2016年3月22日，它里边有一个在看《蓝色生死恋》的视频，在那个时间正好在一边看一边有 reaction 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跟我打电话的一定不是文，那就只有你是雷。我跟你说，你要找不出什么你的嫌疑更大了啊！你是雷，我说的是实话。
不确定金都干了什么，但是我根据今天推理的侦测作案手法，确定你是雷，你就是雷。凶手要赢。咱们3个1号位、2号位、3号位，他们都得投对。对啊。那我们不管1号位他们能不能投对，这是看一会儿的情况。我们2号位、3号位，其实你跟文儿要去分辨你们2个哪个是雷，哪个是真。其实比我们这个容易，因为我们有一个就那个论坛上面的东西嘛，对，都是匿名的，很难去搞这些东西。如果说抛开3号位，他们要去根据我们2号位分辨凶手的话，他们一定会去看，我们2个的作案过程是怎么分析的。对啊，肯定。他已经相信我是真了，而且他跟我说，他只转动了镜子。我不确定金都干了什么，但我跟文说的是镜子和弩都是我干的。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作案过程怎样的，所以我一会儿得看他怎么去说盘他是真的那个作案过程。你要比他先盘，因为你得让3号位相信你是真，对不对？对，他嘛。所以你先盘的。如果你蒙对了，他后说，你可以说他是跟着你说的。把你和文德票锁死，然后你再把我推出去，我就说我只转动了镜子，我再顺着金的思路说，把我和他的票也锁死，这样1号位投不投对，我们都能赢，对不对？最简单可以直接划分的，我们可能从1号位下手开始。其实他们2个的口供，我觉得已经是很明确了。对，派一才来2个月，没错。熟悉电箱的人一定是对这个房子构造特别熟悉的人，因为电箱的位置很隐蔽，管家一定是比派一更熟悉的。一般管家都会吩咐下人做事，对不对？下人做事都是干这些的。那你更多认为是管家？对，就是无就是电。OK。是的。行，那我们就接受这个结果。既然如此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把下面擦掉。我那天到这儿来，我就是把那个矮柱上面的镜子全部弄好，我就撤了。但是我在问贺家欢的时候，我说你做了什么，他就说那个弩是我弄的呀。不是，贺在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他装了弩和玻璃。我跟他说的是这个下面舞台2号位是我干的事儿嘛。但我在上面跟金聊，我不可能全部跟他讲，我俩都是2号位的，所以我只说我弄了弩，他肯定是不信我的，所以他才跟文说他弄的镜子。他的意思是弩玻璃是一套。对。但是我跟丁在聊的时候，防备心特别强。那你做了哪个步骤？我只需要在10点之后把那个转一下，到结尾的时候把那个转回去，我就 OK 了。小丁说的全部是假话。我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在10点之后，把它这个转到生命之树的方向，让它这个激光笔有机会对准这个2叔。所以你知道有激光笔？我当然知道啊。我清晰的记得，绝对没有提到说，除了这个镜子之外的东西。不，我确定了，他一定是电。他一定是提到了有激光笔这个事儿。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镜子。我也不知道。哎呀，那他俩是一伙的呀，他俩是一样的信息啊。那我的电话真没有激光。我也没有。是因为你们是电机啊。我投的是1号位吴，2号位金，3号位我自己。我投的呢，1号是管家，2号是我，3号就是小丁。
1号是吴管家，2号是何家欢，3号是安小丁。1号吴，2号贺，3号丁。我把票投给了吴管家、金和文。完了，锁了他们俩，没锁对第一个。恭喜安小丁、贺家欢各获得1枚金钥匙。耶！我们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你玩的挺好啊你。哇，让你们大开眼界。但你心理素质是真的极强。在本案锁凶前，推探安小宁发现了可以锁定嫌疑人阵营的关键性线索。刚才啊，我就是你们都去准备投票了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个188小帅哥那个很可疑，长相小帅哥，然后也就证明是这个叫小帅的，对吧？是个男生。这第2个是叫小美，说我结婚前刷到这个帖子就好了，现在老公会吃醋，证明她是个女孩嘛。那这个受不了，发我女朋友评评，看你有我帅没？发我女朋友，那这个就是男的嘛。所以呢，通过这几个就可以分辨出这些是性别嘛。看这个，我就想说账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的倒数第2位，男生都是奇数，女生都是偶数。身份证号还能这样？对，所以呢，最后我投的是吴管家和你们2人，为什么？就是也是根据那个吴管家在这个家待得更久的一个逻辑，我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组合就很容易了。一定是吴管家吗？吴管家下面带了2个双数，这是8和6，也就是我跟金镶玉，你们3个是行凶的，对。我俩的证词一点没打动你，我俩的状态一点没打。是。真组嫌疑人也错过了一个互认同谋的信息。文的时间线在看完电视剧后收到了同谋的信息。文在个人时间线中可确认，自己看完电视的时间为9点。同时，根据贺的聊天记录显示，贺在9点仍在微信群给兄弟发语音唱歌。亲爱的，你慢慢飞。因此不具备登录小杀手论坛进行发帖、回帖及与文联系的时间条件，故可排除贺为文的队友。大家还错过了2个关键性证据，是关于丁和贺的。丁的关键性证据是，他的手机有一张1号位给他发的图片，隐藏相册中明确画出了动手的位置就是那根舞台装置条，所以能证明他是电组的成员。你们2个窥探没有看吗？这个其实都根本没那么隐藏，对，完全不知道那个还有隐藏相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那个东西。你们平时都干些什么事儿？竟然知道隐藏相册这件事儿？你们要隐藏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对，是的，对。贺的关键性证据，其实大家有找到。在他房间的垃圾桶里有一个指甲片，而这个指甲片上有跟舞台电线一模一样的铜线丝。因为我看到他房间那个垃圾桶了，我们都会翻垃圾桶嘛，但是他那个垃圾桶里特别多用过的卫生纸。他说了，他进得去是因为他鼻炎，这是他的鼻涕纸。对，你帮他接戏。他有那个鼻炎。鼻炎。怎么样？没事。没事，弟弟没事。不是你都敢杀人了，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什么呀你？啊？不是。咋了？走开！你去。我去是吗？快点，凶手！就让这一个杀手去，快去！不，小杀手去吧，小杀手去。我。啊，这应该是那个光，就是，金钥匙。
你是不是也得进去啊？你们大小凶手。对啊，这是牢笼，兄弟。我不行，我其实是做真的，我是做真的。这是干嘛的？哎，干嘛？这是刚刚是啥意思啊 ？MVP 结算画面吗？是。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光圈？是不是开了什么门啊？凶手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人了，管家，管家，管家，错怪你了，只怪你长得不像好人呐！你长得太坏了。文小姐，您要的箱子到了，待会儿我给您送到房间。好的。你干嘛？放我房间就可以了。哎，好。你为什么要个箱子？你要箱子干嘛？我的电击棒在里头。哦，对了，安总呢有事儿想跟大家说，所以麻烦诸位呢赶紧上楼去找一下安总，他在等你们。老公，我来了。据我所知，这一趟一定得让他先去。爷爷现在在等你呢，去找你爷爷去。走，我们两个大胆儿。我们俩走。找老公了。我找爷爷去了。我们慢慢走。好，我们慢慢走。好。好。爷爷。老公，你还活着？哦，还活着。哦，还在。爸。我刚从医院回来。啊，你怎么了？没事吧？今天家里发生的事情，管家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对，我们做实业的，就是要用品质说话。辛苦你们了。哎，应该的。现在是晚上10点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我们明天下午3点一起去2楼的大厅，我来宣布下一任董事长吧。好。你们赶紧回去吧。明天再说。我也要休息了。妈，我要跟你说一下小时候的事。行，我也有一份礼物要给你。好。你们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行，走吧。我们各自先回房间，然后我要跟我妈聊一下我小时候的故事。是的，我要给我儿子看我为他准备的礼物。别！天安门里出来人了！OK， 没事，他跑了，没人了，往前走吧，前面只有我了，家人们，走吧。哎，干嘛？本呢？这儿，好过我不敢过去。我去，一起，好，一起。没事，来，伸手。我们在。吓哭了！哎呦，快！在哪儿？你抱着金姐。来，在哪？前面。哎，没事，我怕黑。没事。你闭上眼睛。没事啊。不行，我确实不敢。好。来，你站我们中间。那个，对，把他护到中间来。对。行了，把你落下了。好。对不起。哎，没事了啊。我的妈呀！哎呦，可怜的乖，可怜的宝。怎么就忘了老婆了呢？啊，我俩早都没有关系了，是。那我们就先回房了。回房吧。妈妈，儿子，走。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8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在今天的故事里呢，安松秋玻璃厂能够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一被人死磕出来的王牌产品流金岁月嘛。那后来因为出现了一种叫读心素的材料，用这个材料就会成本很低，然后利润变得非常高。消费者的死活关我什么事？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很多企业也好，品牌也好，在追求利润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底线是不能动的。质量这个词绝对不是一个
标准，是一个及格线。我们一定要避免22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为我发现你的每一个错误的举动，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它会越扩越大，牵扯到的是成千上万个家庭。是他昧着良心赚钱，是他害死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孩子。无论它呈现出怎样的形态，玻璃始终都是易碎的。其实就像安二做的那些事情一样，精心打磨过后的过度营销，精密计算后输出的虚假话术，最终是无法掩盖它是毒玻璃的事实。暗松秋波玻璃厂固步自封，他没有去寻找一个有效的途径提高产品的质量，而是说借助一些流量啊、营销啊这些东西来稳住自己的地位，去走一些弯门邪道都是行不通的。其实质量扛打才是最重要的嘛。热度再高，其实没有好的一个产品也是留不住消费者的。所以我觉得要理性的去看待流量，把它作为一个品牌的一个放大镜，借着流量去吸引顾客，最后再用好的产品去留住顾客。想要走得长远，就得主动去更广阔的市场里找机会。现在很多国货就是一直在做创新迭代，不管是设计还是技术都在进步，视野也越来越开。只有让更多人看见，让更多人认可，品牌才能够真的活得更久，走得更远。那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下面呢，一般都会面临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3个维度。那实际上退货退款这是一个底线啊。那么在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的法律还赋予了我们很多权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举报权，消费者呢是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举报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缺陷报告权，就是我们消费者如果在使用产品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个产品可能是有缺陷，或者对我们的人身有可能带来伤害的，那我们是可以向有关部门或者生产者向他去提出建议，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召回建议权。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讲完整的损害赔偿权。那对于受到伤害的消费者来讲，医疗费、误工费，如果是残疾的话呢，就是残疾赔偿金。那实际上很多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去维权。首先固定证据，然后尝试协商，协商不成，找相应的主管机构举报投诉。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进行诉讼。那这个案例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在现在的竞争环境下面，一个企业如果想走得远、走得好，那一定要严防2条法律的红线。第一条，产品安全，这是底线，不容逾越。第2条呢，是宣传一定要真实，不能虚假宣传。小兔子乖乖，小白兔害怕大灰狼的爪子，害怕那些吼声。还有更可怕的是，安家子孙，生而为继业者，位高则容错率为0。安家的孩子不能教养，越早立规矩越好，给他一个轻松又快乐的一个氛围。你的教育方式是娇生惯养吗？我觉得什么是有用的教育方式？恐吓。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都没有参与过孩子教育，停止这种才能挽救你的孩子。你们都是这么称职、善良、优秀的父母，为什么你们的孩子还走了？喂，我孩子教的多好，你们家孩子不是个好人。这什么东西啊？不太对劲。有人躲在那个里面。某人向我侵入，他是诅咒。我看见他就长这个样子。我们要拯救孩子。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孩子已经永远不见了，突然消失了。终于回来了。致富自杀，道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咱们中间有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杀人动机，就用他做的木偶来制造木偶杀人的传说，掩盖这一切。不是他，木偶人就是凶手。你这个变态！该死该死该死！我们是本案的3名凶手。3月23日拍摄前一天，用户1号通过变音电话告知我，他用电杀人的手法。只要我在拍摄进行后，趁机将美凤往外踢出5厘米，电路连通就会瞬间电死安儿。Showtime， 想要怎么扭怎么扭。让我们展现一下叔辈的风采吧！一定是这样的，你胡子掉了。快站爸爸旁边，他们3个拍，我跟哥哥呢。如果你没有积分，你想吃饭，你就跟我说。没事，我有个爸爸在那。香皂，棒棒糖，棒棒糖，香皂，棒棒糖，简单了吧？香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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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香皂。
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 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 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 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 12点推门玩家直拍，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更有推门补给站、推门吃播大赏不定期掉落，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夜色习惯演绎，推迟新鲜密距离，人云晃的音序，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着大局，残气继续是播音，谁藏你？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